我是麻雀渣渣。为了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，我要挑战独自在东南亚的丛林里生存100天。没有食物，没有刀，没有火，没有衣服和鞋子。我用15个充电宝和3个太阳能板为拍摄设备供电。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少天，但我会全力以赴，尽力一试。我要把香叶和这个碳粉混在一起，烘干了以后就可以用这个来保存火种了。我现在要扯一些树藤去做陷阱。山鼠在野外非常的常见，它们分布的范围很广，适应力非常的强，数量也很多，繁殖的也特别快，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它们的痕迹。这里就有一条老鼠的高速公路，我可以在这个位置下一个陷阱。我准备在这个地方利用这块石头来做一个陷阱。陷阱的种类其实非常的多，最主要的是因地制宜。山鼠除了它非常容易捕捉以外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国家把它列为保护动物，所以捕抓山鼠并不会触犯动物保护法。这也是我为什么总是捕捉山鼠的原因。我要把这个树藤穿过这个树枝，增加石头的高度，利用石头的重量，让石头从高处落下，可以增加石头的威力。我现在把这个树根的位置给它掏空，利用这个树根来改变树藤的方向。找一个合适的长度，把这根触发杆给它拴上。触发杆的灵敏度非常的重要，细一点的触发杆可以增加陷阱的灵敏度。连接点最好是给它精细一点，轻巧一些，这样它就会更灵敏。动物碰到的时候，触发的时间就会更短，效率也更高。我现在在四周挡上一些树枝，这样可以增加陷阱的隐蔽性。现在这个落石陷阱就做好了，我要多做几个陷阱，这样可以增加捕捉动物的概率。这个陷阱就是一个吊脚套的原理，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吊脚套，老鼠被勒到以后，它可能会咬断绳子然后逃跑，所以的话我上面做了2根，这样的话老鼠被勒到的时候，它就会夹在这2根棍子之间，它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藤子咬断然后逃跑。这个是小铁藤，它的特点是它非常的细，但是它特别的牢固，强度非常高。
越细的藤子，它勒到的时候就越疼。如果它强度足够大的话，它造成的伤害也就越大。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快速的要了老鼠的命。它挣扎几次以后就会，死了，狗呆。我现在试一下这个陷阱效果怎么样。老鼠顺着它平时走的路，然后来到了这里，一不小心踩到了这根棍子，然后它，哎呀，老鼠就会被夹在这2个棍子之间。它就没有办法返回来，或者是反过来，它都没有办法咬到这根藤子，然后它挣扎几下就会死了，就像这根棍子一样。植物已经长大，就要告别妈妈，四海为家。牛马有脚，鸟有翅膀，植物妈妈也有办法。像这个盐酸果，它这个种子上面就会含有很多的盐分，然后像一些小鸟呀、老鼠呀，还有其他的动物就会来采食它。像这一颗的果子就已经被吃光了。这个就是植物的智慧，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这个是它的叶子，有6对叶子，然后最末端有一片。有一些的话，它会变红变黄，这样的话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够看到它。但是有的它会始终都是绿色的，并不会改变颜色。这个跟它所在的温度有关。这个是盐肤木的果实，有一些地方也会叫它盐酸果。它上面这些白色的就是盐分。这种果子吃起来，它的味道不但很咸，而且还特别的酸。所以的话，有一些地方的人会叫它盐酸果。在以前食物很匮乏的年代，人们会用它来做醋。像这个盐酸果，它不但可以提取盐分，其实它也是一种比较天然的醋的来源。酸甜苦辣咸5味之中，这种植物就占据了2种味道。上面还有一些蚂蚁，这些蚂蚁也是来采盐的。可以看到这些蚂蚁的嘴上还带着白色的。这一颗的叶子都掉光了，还好它的果子出卖了它，不然我都看不出来这是一棵盐肤木。这个盐肤木的果实可以给我提供盐分，我吃了以后，我就会把它们的种子传播到其他的地方去。还有我穿的这身芦苇，我已经穿着它们走了很多地方，也把它们的种子传到了各个地方。在社会环境下，我是一个人，来到了野外，我也只不过是一个为植物传播种子的媒介而已，和蚂蚁啊、老鼠啊、鸟啊，这些都没有什么区别了。相互利用剩余价值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和植物都做得很好。这一颗的盐分含量感觉特别高，它的外面直接就是糊了一层白霜，看，上面白色的这些就是盐了。我现在砍这个棍子，然后用它做一个斧头。用这个砸真的是太慢了，而且特别的费力，砸了一会儿，我感觉手都特别疼，必须休息一会儿再砸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再砸一会儿。因为我还要做庇护所，如果一直用这样砸下去的话，我感觉等我光砍好做庇护所的树，应该都已经是猴年马月了。
所以必须要做一个斧头。